但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跟网上那些成功人士晒出来的生活，有点高度重合，搞得我都很怀疑，我真失败了吗？不会太成功了吧？但我越想越觉得我跟那些成功人士很像，他们的钱在兜里，我的钱也是，也在他们兜里。然后我为了不被欺负，就天天装病，说难受。我妈带我去不同的医院检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见证了演员的诞生。首先疼这个事儿，光说我妈是不信的，要一边捂着肚子，再配上一点痛苦的表情。我当时就知道我妈不吃文本。我刚要脱裤子，有一个男观众就在旁边，他认识我，他就开始表演，但他不跟我说话。现在的观众都是这样，他就发现我之后，他就看着我就。我做脱口秀这行也有几年了嘛，混的怎么说呢？不能说大红大紫吧，也算是没有收入，根本没商演，每天在家只能健身、看书、做饭。但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跟网上那些成功人士晒出来的生活，有点高度重合，搞得我都很怀疑，我真失败了吗？不会太成功了吧？但我越想越觉得我跟那些成功人士很像，他们的钱在兜里，我的钱也是，也在他们兜里。当然我也不是不想努力，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有人说那我懂了，你想 gap 一下 gap year。 对，但我不是想 gap year， 我想 gap life。 去年过得确实不太好，租的房子也一直出事儿，到处搬家，抑郁症也发作了。还好最痛苦的时候有个朋友一直陪我，某音。我真挺喜欢刷短视频的，我也知道很多批判的声音，比如劝你说别沉迷，天天刷这玩意儿人生就完了。还好我刷之前人生已经完了。甚至我觉得说短视频会毁掉人生的人，既高看了短视频，也高看了我的人生。毁我人生的多了去了，失业、贫穷、原生家庭、剪坏我刘海的发型师都排着队呢，你短视频算老几？甚至我觉得这小玩意儿还想影响我的生活，你最多算是骆驼身上的第一根稻草。然后还有人说短视频最大的危害就是让人不思考，有没有可能我刷这个就是不想思考？反正我那段时间一思考就想死，全靠在上面看人擦边。具体看什么我也不细说了，导演不让，说只能浅浅带一嘴。我说懂了，让我擦边。真的，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是爱上头，刷这东西一天上头10多次，我没从头上下来过，上面全是我的 crush。真太快乐了，根本舍不得死。所以他们擦的是自己的边，救的是我的命，都是活菩萨。我给那钱也不是打赏，那就是香火钱。真的，那段时间就感觉我看的视频越短，人生就越长。我靠短视频续命，3秒3秒的续，就感觉阎王让我3更死，我不小心刷到5更。后来阎王都急了，
说你干嘛呀？还死不死？我就把视频分享给他，他也上头了，不催我了，开始催更。真的，我发现我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我的人生中找不到几件事让我既快乐又上瘾，还合法，而且还很省钱。因为我看了1年多直播，只在最开始充过1块钱，然后就靠着在里边抢红包挣了好几百。我每天在直播间为自己谋福利，所以虽然我现在没商演，但已经达成了脱口秀演员的最高成就，在直播间捞钱。真抢了不少钱。我这样在大主播那还好，遇着那种小主播，我1个月抢的比他挣的还多，搞得我都想要不打赏点吧，反正花的都是他的钱。然后我不但爱刷短视频，还特别上头里边那些神曲，你们肯定也都听过。这种歌有个最大的特点，无论听的时候我的意识多嫌弃，腿已经开始跟着抖了，就感觉我大脑说太土拿走，我腿说拿回来。怎么说，我的音乐品味就像跳楼机。听多了，我在大数据那儿的用户画像就有点变了，他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中年的卡车司机，已经开始给我推荐汽车零件和 polo 衫了。我也终于刷到了自己之前没刷到过的东西，米其林、轮胎。最近比赛，很多人跟我说加油，我都想问汽油、柴油。但其实我理解听那些歌的司机和外卖员，因为我那段时间抑郁到起床都困难，我就需要那种又土又来劲的东西，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否则再高雅都不行。哪怕贝多芬亲自来给我弹钢琴，我也会觉得你这玩意儿不来劲呢，给我换 DJ 版。而且高雅的音乐都很忧伤，听的人更想死了。什么命运交响曲，对我来说那是送命交响曲。品味上去了，我人下去了。我们这次主题叫说出来就如何。其实我真的很想说，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活着已经很难了，真的顾不上高雅。甚至我觉得说我们不高雅那些人也没有多希望我们活着，所以我也不用多说，有相似经历的人会理解。而我现在只想跟他们说，再撑一撑，先别跳楼，听跳楼机。讲到这，谢谢大家。其实我比正常人少了个东西，不是脑子啊，是阑尾。因为我之前不想上学，就装病切了。对，因为上学的时候一直有个女生欺负我，然后有一次学校春游，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吃的被她扔了，就没吃饭。然后下午走着走着就觉得肚子有点疼，捂着就蹲下了。当时老师和同学都来看我，就连那个欺负我的女生也假装关心我。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但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不能好。然后我妈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给我检查的是一个年轻医生，他就用手在我肚子附近到处按，问我哪儿疼，但我根本说不出来。本来也以为要被拆穿了，结果那个医生特别负责，他看我支支吾吾，还以为自己按太轻了，就开始使劲儿，然后就不用装了，按哪儿都疼。查到后来，我妈都想制止，说医生别查了，我们快治不起了。但还是没有结果。我看见那医生脸上出现质疑，他可能想怎么自己学到的知识，就是不能准确找到我的病根儿。
因为病根在6年3班倒数第2排。摁我没用，你得摁住它。然后我为了不被欺负，就天天装病，说难受。我妈带我去不同的医院检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见证了演员的诞生。首先疼这个事儿，光说我妈是不信的，要一边捂着肚子，再配上一点痛苦的表情。我当时就知道我妈不吃文本。吃呈现。去检查的时候要注意，尽量说得很模糊，有点疼，但又好像没那么疼。医生说你一般什么时间疼？我不能告诉他周1到周5疼。那段时间不光磨练了演技，也在跟不同医生交手的时候学知识，已经能正确找到胃、阑尾、盲肠的位置。所以我也没耽误学习，他们还在上小学，我都学专业课了。最后其实确诊为阑尾炎，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没办法查这么细。开始给我输液，我很喜欢，虽然手上挂着点滴，行动不便，但一想到不用去学校，就很自由。我当时就明白，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点滴的自由。但医生坐不住了，他看我打了2个月针都没好，就提议手术。本来我是怕开刀的，直到我妈跟我商量说，你要想好，手术加上恢复，又得1个月不能上学。我心想，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开始吧，再拖就要暑假了。最后手术的时候，医生是从我肚子里取出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健康的阑尾，但我也不会被拆穿，因为我感觉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他比我更需要保守这个秘密。术后扔掉那个阑尾，我妈还看了一眼，她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都萎缩发黑，就我的那么健康。可能因为有些东西跟人一样，看着挺好，但里头已经烂了。然后这个事儿过了很久，直到前几年《黑暗荣耀》播出的时候，我哭了，尤其看到文东恩身上那么多疤，想到我自己，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阑尾的疤，因为他很会打我，能既让我疼，又不把我打坏。因为比起打坏我，他更享受那种让我害怕他的感觉。经常跟我说，信不信我揍你？他不想当个坏人，他想给我当妈。然后，所以你们可能觉得这事儿有点夸张，但我始终觉得我是赚的，因为比起开刀，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打的恐惧，更让我痛苦。所以我这也是一种自保，就像壁虎断尾，只不过我断的是阑尾。我知道讲到这儿，你们可能会有点心疼我，那你们就心疼一会儿。但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就是去年那个女生的爸爸遇见我妈，说她因为乳腺癌去世了。因为她脾气一直很大，很爱生气。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没有多开心，因为我觉得打我几下罪不至此。我甚至有点自责，因为我觉得上学那几年是一个人性格的定型时期，该不会是因为我没反抗，把他惯坏了吧？所以如果重来一次，我会反抗，这也是在救我们2个，就应该我打他，让他装病去医院，或许能早点查出乳腺癌。我要教会他一个道理，打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健康。
最后医学上说阑尾是身上最没用的器官，但它却救了我，为我的青春画上句号。切阑尾的故事，就是我的青春疼痛文学。只是我的青春疼痛不是左耳，是右腹。I'm back。最近啊一直在拍戏。之前呢非常有幸跟博哥一起演了一部电影。电影呢叫《浪浪人生》。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我就去在我演出的过程之中宣传。我说朋友们，你们看没看过《浪浪人生》啊？观众说看过了，特别好，说我在那个《浪浪山小妖怪》里边演的特别好。随着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的确会有一些让我感觉到生活的不便利或者尴尬。前两天我去游泳馆游泳，水猴子，谁说水猴子了？我能找出来吗？我到那儿之后呢，刚想要换衣服，我在更衣室，我刚要脱裤子，有一个男观众就在旁边，他认识我，他就，他就开始表演，但他不跟我说话。现在的观众都是这样，他就发现我之后，他就看着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跟不跟他说话。我以前吃过亏，就有一次我走过去看着都是我，哎，您是不是想跟我合张影？他看着我，哦，你谁呀？所以说我也不能跟他说话，我就说那你先脱衣服吧。我就慢慢往下脱裤子，我脱到一半，他突从后面过去了，我赶紧穿上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看着我。我说那脱不脱呢？我得游泳啊！我就太难受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能搭话了，因为如果他不认识我，在他的视角里，就是他到更衣室看到一个男孩走来看着他，合影吗？就很怪，所以说我就只能继续脱了，就是换上了泳衣，然后他还在那看我。我想我不能一直让他跟我在这种状态里了，我必须得打破这个尴尬。我说兄弟，哎，你是不是想合张影？没事，拍一张。他说哎呦不用了，我都拍过了。我说删了，我一脱裤子你啪拍一张。删了！他说：“哎呀，我自己留着看。”我说：“你现在看不就得了吗？”当时我就跟他僵持的时候，有两个老大爷，一个老大爷跟另外一个老大爷说：“老张，来名人了。”谁呀？旁边那大爷，是不是奥巴马呀？当时喜欢我的男孩就特别激动，因为他们都非常爱我，就像那些兄弟，我能感受到他们眼神里边带着那种炙热。过去跟那个老大爷推销我，他说：“大爷，哎，给您2个关键词。”这是谁？北京，哎，顶流。那大爷啊，鹿晗。大爷把手机咔就举起来了。我说你别拍了，大爷别拍了。大爷说没有，我发的抖音。我说你别这样。大爷说小伙子，你要想啊，拍你肯定是因为喜欢你，那为啥拍你呢？对吧？哇哦！当时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回到了校园里，碰到了那些就是非常暴力的高年级同学。我小的时候学校里边校园暴力非常严重，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霸凌，没有。就是高年级没事就是葫芦你，就是玩儿。我在学校里走路，我什么都没干，我就在那儿走路。一个高年级上来给我一个大逼斗，我说有何贵干？他说还好意思问，打的就是你刘旭。
我说刘旭，我特别痛苦，我就找班长，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班长说也给我了，我说这也不值得骄傲啊。高年级跟我说，每天让我给他5块钱，要不然就扇我大逼斗。班长说啊，他们跟我说的是每天拿5块钱领一个逼斗。我说班长真是苦了你了，我们都上学你还打卡。我说咱们怎么办呀？咱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啊。班长说不用害怕，我妈是法官，我爸是警察，我以后要成为律师。我说兄弟，用不了那么大，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告老师吧。我们俩就去告老师，告我的班主任。我跟班主任说，我说班主任，老师，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特别疼。人老师说，我会帮你联系他们的班主任，但是我也想问你一句，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只有你挨打？我说还有班长，班长不仅挨逼斗，他还买逼斗，他是逼斗斯。我们俩真的很无辜啊。他说那为什么只有你们2个挨打？这是《受害者有责论》里边最出名的一句话。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只有你？当时我比较小，我真的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是我的表情有问题，因为小的时候我非常容易紧张，一紧张我的眉毛就会皱，就会挑。小时候在学校里边看到高年级，我就这样。给这边的观众也看一下，就这样。啊，这看一下。就这样。那个时候，哎呀，行了吧？我背着书包，我就每天高年级会过来问我说：“哎，你是不是不服啊？”我说没有，大哥，我真没不服。他说你没不服，给我乐一个。嘿，我就开始找自己的问题，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直到高考之前，学校请了一个高考鼓励官，就那种给你们打鸡血，让你们考好成绩的那种。他给了我答案。那时候高考之前，他问我说：“孩子，我说啊。”你是谁？我说我是付航。他说你是废物，垃圾。你是废物，垃圾，垃圾，废物，废物，垃圾。我说哇哦。我说那赶紧处理我吧，森森。他说孩子，你记住了，只要你上了大专，别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你就只能说因为你从小就是个废物，记住了吗？不要上大专。我说我记住了，我从小是废物。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废物，直到我到大专找到了一份路由器投诉电话接线员的工作。跟大家概括一下，就是纯挨骂。我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 ，HR 问我说：“孩子，干这个工作，每天要接100-200通不同的人骂你的电话，你能接受吗？”我说：“老师，我有9年工作经验。”那个老师把大耳机给我戴上，说：“孩子，你是个天才。”上岗 ，Yes sir， 我就接了我第一个投诉电话。当时我戴着大耳机，手都在哆嗦，我不敢点，我怕别人骂我。当时我一点，那个大姐上来就说：“你的产品是垃圾，你的能力是废物，你是垃圾废物，垃圾废物。”我当时戴着大耳机，我说：“老师是您吗？您买路由器了？我上您家给您修去。”我说什么老师？我说是你的产品是垃圾，能力是废物，你为什么这么垃圾？为什么这么废物？哇！话术里没有教过我怎么回答，但是我突然想起那个高考鼓励官教我的，他跟我说，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我当时脱口而出在那个电话里说，我说对不起姐，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废物。那个大姐愣了3秒没说话，她说：“哎呀，孩子都不容易。”咔，挂了。当时我就知道我能干这个，我是天才。9年的隐忍只为挥这一刀，从那天开始，所有的疑难杂症都转给我，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作息武林里边，我独步天下，没有对手。直到1年半的时候，遇到我作息生涯最大的敌人。
当我用出老师教我那招，我说因为我从小是个废物。那个大哥在电话那头问我为什么，我说没想过。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死？我说啊，还有高手。老师只教了我一招啊，我到底该怎么办呀？后来突然一想，不对。曾经有高人点拨过我，当时我的悟性太低，没悟出来。做最强的盾，永远有更强的矛可以破你，但只要你做更强的矛，你就百战百胜。我一想，有招了，大哥，为什么只有你的路由器不好使？Why? Tell me why? 我就是希望大家。所有人都不要再听到这句说爱之后有责论的话，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也是个淡人，清淡的广东人。我们家有一位很封建的传统女性，她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啊，人也非常的迂腐。她就是我6岁的女儿。它有一个过家家套装啊，就包括什么锅碗瓢盆、洗菜盆、烘箱，一应俱全，就是一个塑料开放式厨房。我最烦这个玩具，因为我女儿每天一放学就在那里洗碗做饭，我看着就来气。我心想你在练习什么啊？没掌握四舍五入，先学会3从4德。经常捧着一堆塑料食材，就过来问我要吃啥。还吭哧做半天，我假装吃掉，他又屁颠去洗碗。我一想到他以后这样伺候他那个死鬼老公，就很崩溃了。我感觉这个小孩思想太落后了，他都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姐姐已经很努力的争取到了不用洗碗做饭的自由，他自己一上来要开倒车。你说咋办？你有没有什么培养事业型女性的游戏？比如来一个大富翁的女生版大富婆，在这个游戏里面，她走到哪里，租金就收到哪里，她不用成为任何人的老婆，但会成为所有人的包租婆。想想就开心，但可惜没有大富婆，最后只好给她买了个塑料洗碗机。少做一点是一点吧。就我发现他思想传统以后，我开始留意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他现在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他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小男孩叫天天。女儿有一天跟我说，想跟天天结婚。我问为啥，他说因为天天是班长。他才6岁，择偶的第一标准，他居然是有编制。还说想搬到天天家去住，每天给他做塑料饭，长大以后再嫁给他。我说当同学还不够，还要当童养媳啊！他不管，非要去天天家玩，没办法啊，给他穿袜子穿鞋。他还在那里抱怨，他说：“爸爸，这个袜子好紧。”我说：“我裹的就是你的小脚。”我是觉得整个环境和文化里面会有很多刻板的观念会影响到他。我女儿她从3岁开始就坚定地认为，只有女生才可以穿粉色，男生才可以穿蓝色。我只要穿粉色衣服，她就会嘲笑我：“爸爸，你是女孩子吗？”我说：“我不是女孩子，我只是闷骚。”我就是很担心这些刻板的观念啊，会限制到他。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他，你要温柔听话，长大以后找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啊，最后嫁个好老公。这是在干嘛？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言论犀利、事业全面开花、不依靠男人的女儿吗？难道我戴维就生不出一个杨天真吗？这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教小孩子听话。我就跟我女儿说啊，不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独立思考，要反抗父权，听懂了吗？她说好的，爸爸。我说反抗父权，她说好的，老登。
我干嘛？我是真的很希望我女儿可以受到更多优秀女性的熏陶，我甚至都想怎么去改装一下她的房间，墙上贴张伟丽的海报，空调换成格力的，书桌上面永远摆一瓶老干妈。我还给她看《冰雪奇缘》呢，这艾莎是迪士尼里面第一个没有嫁给王子的女主嘛，她很喜欢啊，但是没看懂，只看上了艾莎的裙子。说要穿给天天看，气死我了。但至少他开始穿蓝色，就是得一点一点给他观念掰过来。我下一个入手就是他最爱的过家家。他之前这么爱玩，就是因为我一直给他正反馈，每一次都夸他啊，好好吃，宝宝好棒，一点都不符合现实。我应该给他一点现实主义的反馈。下次他刚把饭端上来，我一巴掌给他拍掉。怎么又是这几个菜？上班养你这么辛苦，就给我出塑料蛋炒饭，没有锅气。做的全是聚乙烯，一点都不偶乙烯。然后女儿就受不了了，那做饭太难了，我要跟天天玩过家家。没事，让他来，当老公，我带你们玩一个非传统的过家家。天天刚一来，我就开始阴阳他，老公不做饭，这个家还叫家吗？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以后你是跟我们家姓戴，好好表现啊，做饭不要切到手。天天带过来的奥特曼也可以用来扮演他们的小孩。天天走的时候忘记带走，女儿就问我，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我也会说不用，这就叫去父留子。最后，我想跟我女儿说，我不是想要你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我只是怕你被限制住了。就比如像衣服这个颜色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啊，但你得知道，男生也可以穿粉色。而你，我的女儿，当然也可以穿蓝色。谢谢大家，我是戴宇。嘿、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卓妍，2楼的朋友李卓妍，我是嗨。今天想要讲讲纹身，不用担心啊，我问过了，是可以讲的啊。我纹身是为了当一个狠人。我是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因为当时我也是短发，会比现在再长一点点，但由于我长得有男有女的。所以在别人眼里，我可以是短发女，但通常是个长发男。所以男生愿意跟我玩嘛，但都挺没轻没重的。有一次，他们拿了我的手机去玩，真的是玩手机，那群弱智仔抛接我的小灵通，那手机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我根本够不着啊！他们还边抛边说：“李卓妍咋不接电话？”我咋接啊？这不都飞行模式了吗？我去找老师嘛，老师帮我把手机拿回来了，然后顺便把它没收了。说学校本来就不让带手机，我说班长不也带了吗？他说人家班长成绩好，不会影响学习。我说也没影响我的呀，我不一直垫底吗？他说如果想要拿手机回去的话，只能叫家长。我当时打了一圈电话，叫来了我大伯。我印象中大伯的脸一直是红的，小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酗酒，还以为是因为他仁义。他当时耳朵夹着一根烟，露着满手的纹身，就这么来了学校。虽然他抽烟喝酒纹身，但大伯是个好男孩。因为他不仅帮我把手机拿回来，还把那些男生给唬住了，指着他们问我说：“阿妍呢？想玩他们的手机吗？”我狗仗人势，我说不用了，我不玩二手的。
以前我以为在学校里面，只有成为了学霸或者校霸才不会被找麻烦。我不想当校霸欺负别人，当学霸过程太漫长了。要不我当大伯吧，纹个身就好了呀。因为同样是墨水，刺在皮肤上，比装进肚子里要快得多了。学习我得日日夜夜头悬梁。但纹身只需1个小时锥刺股。所以我就决定要去纹身，要当大伯。之所以为什么不选抽烟喝酒，是因为这些都要持续购买，是个消费陷阱。纹身一次管一辈子是长期主义啊。但我的钱不多，我只能去那种最便宜的纹身店。就一般的纹身店会称自己为工作室，我去的那个只能称为窝点。就是那种从正什么鸡排跟蜜什么冰城中间的楼梯上去，在2楼，挺隐秘的。我一开始也差点没找到，幸好水王用甜筒指着。那纹身师把我赶走，他不让未成年人纹身。他说：“你好歹把校服脱了再上来。”我说：“我高3了，18了。”他说：“你别撒谎了，你连喉结都没长出来。”后来没办法，就买了纹身贴。成年后也考虑过纹身，我本来想直接纹那种霸气的图案。什么青龙白虎那些，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有品味。我想纹小狗，小狗也很凶啊，吉娃娃咬人也很痛的。我纹的时候还特意没拴绳的。我一直在经营我这个狠人人设嘛，我不抽烟的，但如果有人给我递烟的话，我就会说我戒了。怕别人知道我酒量差，我也说戒了。反正来什么戒什么。直到开始有人传说李卓言啥都沾过。后来我纹身贴的越来越多啊，因为相信只要我看上去够狠，就没人敢来找我麻烦。但可能看着有点太狠了，就是别人遇到麻烦的时候，真的会来找我。有次演出嘛，一个工作人员过来找我帮忙，说有个醉汉非要进剧场。那醉汉闹事儿我也怕呀。我当时看着手上那只小狗，哇，好可爱。我开始期待能有一个奇迹，就是这只狗可以跳出来，然后为了我变成狼人模样。我只能硬着头皮过去了。我边走边卷袖子，想要露出更多纹身，即使我穿的已经是一件短袖了，所以看着特别滑稽，像是一个鼓起勇气去打疫苗的小孩。我也不敢起冲突，想跟他讲道理，但对方太醉了，无论我讲什么，他都只重复一句：“我朋友在里面。”我说：“你让他出来接你嘛，我朋友在里面。”逼得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我说：“你朋友不要你了。”我俩就这么一来一回，持续了起码5分钟，像是一对糟糕的漫才组合。他人走之后，工作人员过来跟我说：“哎呀，幸好你来了。”但是我挺后怕的，我跟他说：“下次这种事要不先找别人吧。”然后他说：“其实我问一圈了，只有你肯来。”我当时就愣住了。对呀，保安咋没来呢？其实纹身没有让我变成一个狠人，它只是我对大伯的一场 cosplay。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到处添油加醋的说我有多狠多狠，但也一次都没提过我的纹身。所以我再想想哈，我可能之所以觉得大伯狠，可能也不是因为他的纹身，而是因为那天在学校里面我打了1圈的电话，只有他肯来。讲完了，谢谢大伯，也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信号。我那个王月兜底了。
哎呀，大家别看我这样子哈，其实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有一次，一个同学没有事情做，把泡泡糖粘我头发上了。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很难扯的，我扯了很久，扯来凝固了，直接扯成一个机关。然后我就这么哭着回家，扯半天，越扯越急，然后就哭着，就回家。然后外公远处看过来，以为跑了一只火鸡回来，然后跟我说：“你在学校里不要跟别人动手啊，就朝他吐口水就好。”第二天到了学校，果不其然，同学又开始追着我打了，把我逼到角落，走投无路。我真的忍无可忍，我当时吐出去那一瞬间，整个世界就安静了，因为当天风很大。因为我的外公忘了告诉我，口水要顺风吐，2秒前的口水正中眉心。我的外公一生打过很多仗，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然后从小就跟我说了，打，给老子打，仗来了就要打。这句话真的影响我很多，但那次发现口水仗不好打。我第二天到了教室，拉开书包，发现里面多了一根擀面杖。当天刚好是学校组织的春游，外公也刚好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馒头，跟那个擀面杖放一起。到了目的地，我刚拿出馒头，一个同学拿着他的薯片过来嘲笑我吃馒头土，一把把馒头给我打掉。老子拿出擀面杖，一把揪起他的薯片，擀得稀烂。他本来想还手，看到我手里的擀面杖，转头开始暴踩我的馒头，直接踩成了一张饼。就在这个时候，老师看见了，一把拉开，他说：“你怎么可以糟蹋粮食了？快捡起来吃了。”他说是嘻哈的，我说不是我的，不是薯片在嘴里啊。老师说薯片嚼碎了不要说话。晚上回家，外婆端出馒头，一脸疑惑说：“你先吃吧，本来说好今天吃饺子的，擀面杖不知道哪儿去了。”我看向外公，外公虽然外公跟我说了仗来了就要打，当然我也不是没仗硬打，都是别人先惹我才打。整个学生时代，我的头发被剪过，吊带被扯过，馒头被打过，钱也被抢过。当然这些事情我知道也不止我一个人经历过，但那些欺负我的人后来也不好过。怎么说呢？老子的擀面杖，仗功赫赫，真的。后来他们都知道仗来了就要跑。后来上班成熟了很多，直到遇到公司一个出了名的爱刁难人的前辈。他最奇葩的一点就是有非常变态的控制欲。他在飞机上，只要他没吃工作餐，我们所有乘务员都不准吃。恶霸！我不行的，我是必须按时吃饭的。当天飞机上工作完了，我就开始吃。他过来说：“你怎么吃上了？”我说：“一起吃啊。”他说：“我不吃，我不饿。”然后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你吃吧，你把我那份也吃了。”我说：“我吃的就是你这份。”那趟航班他后面就一直在挑我的刺。我发咖啡，他说温度不对；我发餐，他说餐冷了；我烤的面包，他说不够硬；我烤硬了，他又说软了。我当时拳头都硬了，我盯着他说：“旅客觉得很好，很满意。”他一把拉过我，恶狠狠地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什么？他翻了个白眼，指着我说：“你的平底鞋是公司发的吗？谁允许你穿的？”我说：“我自己。”他说：“你懂规则还是我懂规则？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处理你？我甚至可以让你不穿鞋飞。”我心想他好矛盾，又给我不穿鞋，又要给我穿小鞋。他到底什么规则？穿搭要显贵，上半身基础，下半身就不基础。疯了，真的。吃了2份饭是有点晕碳啊，真的。那这一次也是我职业生涯耿耿于怀的一次经历。后来我朋友都在问你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他这么讨厌你。我说做自己。后来还在公司造我的谣啊，说我在外面讲脱口秀是不务正业。后来越传越离谱，有一次传到我的耳朵里，一个同事甚至都不认识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个人在外面做嘻哈被抓了？”我说这不在这儿呢吗？这不，我说不可能吧？他说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着他被抓进去的，说他利用空姐身份在外非法牟利。我说牟什么利啊？他该不会把飞机餐拿下去卖吧？同事说飞机餐谁吃啊？我听说他把飞机座椅拆下去卖了。我都不知道这种谣言怎么传出来的，还有人信。我拆飞机座椅下来卖，谁买？
卖给高铁。而且说实在的，我被谣言真的困扰了很久，也被针对了很久。好在前段时间辞职了，很爽的。10年了。前段时间出差，我经常因为录节目往返嘛，我就正好坐到了那个讨厌的前辈的飞机。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小。当时一上飞机，所有同事看到我都非常亲切，上来拥抱我。前辈和我对视那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都看到了一种情感。嘟嘟嘟嘟嘟。错了，我和他对视那一眼，其实一瞬间想起的是刀枪棍棒擀面杖的声音。星，他一看到我就过来，非常阴阳说：“大明星，你亲自坐飞机啊？一会儿还吃饭吗？”我说吃，他说飞了这么多年还没吃够啊。我当时一肚子气，但我也没有想跟他吵，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说的也对，我确实是大明星啊。起飞之后没过多久，我旁边的旅客按呼唤铃叫他过去，说饭冷了，口感不好要投诉。我的前辈过来说不会吧，我在旁边说不会吧。那个旅客对我前辈说：“不信你自己吃一口。”我一把挡在前辈面前，对旅客说：“他不吃饭的。”在飞机上，我帮他吃吧。就在这个时候，旅客指着他说：“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可以投诉你？”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在前辈身上看到当年我的影子。我不想为难他，真的替他吃了一口，说还好，但我也不想放过他，说还好没吃到下面，下面更凉，你端回去重新再给他热一下吧。他这个前辈真的没有想到，当初他为难我的口水，在高空飞了这么多年，还能在万里高空击中他的眉心。前段时间看新闻啊，网上看到很多航空公司开始实行女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着装了。我那个时候看着我的同事妹妹们穿着自己买的平底鞋，相对轻松自在的走在客舱里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年在飞机上被刁难的自己，在那一刻才彻底的释怀了。就好像当年那个讨厌的前辈在飞机上趾高气扬的问我：“你懂规则吗？”我说：“我当然懂啊，不合理的规则就应该像这碗冷饭一样，端走重新热，热不好这个老子再热，然后热馊了就好了。”他当年为难我的时候，一定想不到我不仅懂规则，有一天我真的还能改变规则。但有一条规则我尝试过改过，但真的改不了，就是口水要顺风吐。进来人嘻哈，Hello，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旅客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都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嘿，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
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唰一声巨大一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好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Hello， 大家好，我是真友，真正的真勇敢的友，谢谢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边疆少年。哦，是不是大家看见了边疆，没看见少年？那除了这个长相之外，我其实最大的特别是我的口音，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
对啊，我这口音很奇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我妈到今天她都甚至不理解我这普通话能靠说脱口秀赚到钱。我妈不知道我选择了多艰难一条路呀。其实我这口音打电话很容易赚到钱的。我这口音也给我带来很多困扰。我这口音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那个读书背文言文的时候，老师说我的口音话比文言文还要难听懂。记得有回背这个《月牙楼记》，我当时就背我说齐碧渊，谢天子又爱又好像是了爱了。后来这老师生气的跟我说：“曾勇，要不你拿你家乡的方言背背吧，这样至少能保证月牙楼在中国。”但其实造成这口音的原因是我说少数民族话，我是少数民族，而且出生在那种多民族聚集地。我告诉大家，我是那个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但在多民族地区生活，真的会显得我们哈尼族很普通。你们听听看，苗族人会下蛊神奇，傣族人过泼水节热闹。我查了半天，我们哈尼族唯一的宣传点叫大年初一不出门。这算什么民族习俗呀？那2020年的春节，全世界都是哈尼族啊？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多民族地区很好奇。哎，之前就有人问我说：“哎，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民族住在那个部落里面？”部落，我们那边早就改名了，叫社区。刚改的时候，还有人说要派几个物业来保护我们。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保护好这物业。还有人更好奇啊，之前有人跑过来跟我说：“真有，你们那么多少数民族，小学的时候一起读书，民族之间不会有文化冲突吗？”我小学的时候连文化都没有。所以没有文化，只有冲突。并且我们的冲突根本打不起来啊，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对方在骂什么啊。除了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外，这里还是祖国的边疆边境。我告诉大家，我出生的地方有多边疆。就我出生的老家有块地种成香蕉，这边是香蕉，这边是进口香蕉。就有多边呢？就是我国最著名的那个边塞诗人王昌龄，他对我们来说他是内陆诗人。他被分配到那个边疆，要到我现在的老家，还得再被分配一次。有的人出生的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我出生的地方条条小路可以到金三角呀。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点，我今天生活在成都，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她特别担心我在成都被人卖到缅北。我说妈，更应该注意人是你吧？我在成都离边界线1000多公里，你在老家离边界就只有1公里。但我妈这个人特别乐观呀，她跟我说：“孩子，我担心啥呀？对面的现在我熟悉了呀，被骗过去了，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难道那些被骗到缅北的人，他们没能逃出来，是因为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啊？而且摩托车如果在缅北这么管用的话，社会应该给我们云南边界1人辆摩托车，特别是我们那边外卖骑手的电瓶车换成摩托车。哎，没事的时候送外卖，需要的时候过去接人质。到时候我们派骑手打过去了，对吧？对面的人看见我们打过来了，跟他领导在那汇报说：“领导，对面的打过来了，他们派了个团，什么团？不知道，反正他们边跑边喊，赶紧接，要超时了，要超时了啊！”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这边老家的原因，我发现每次回老家，大数据对我有偏见，手机大数据对我有偏见。
因为我跟大家刷到那个境外电信的新闻标题是不一样的。哎，你们刷到的是境外电信就是诈骗，缅北园区有多危险，而给我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还在诈骗吗？这就是下场。好，今天讲到这里，现在我是边家少爷这样。嗨，大家好，我是黑灯。我有点上当了。刘仁成前天悄悄地跟我讲，富航的稿子一般，残疾人都骗哈。最近啊一直在巡演，全国各地到处走，一个人就可以，带个箱子，装衣服是其次，主要是探路，能理解吗？就把它推在前面，要碰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哎呦，小心有东西啊！有一个楼梯掉下去了嘛，你先去死吧。就是一个20寸的导盲犬，但行李箱会有个问题，只能侧着推。你没见过人这么推行李箱的吧？对不对？有一次碰到2个隔离墩，那个狗东西自己完美的穿了过去。疼痛让人思考。我从那天开始想，有什么东西能替代行李箱，能推在正面的东西有吗？婴儿车。但婴儿车也会有个问题，你要推个空车的话，会不会显得有点变态呢？对吧？我说要不买个洋娃娃，不行，更变态。还是买了一个啊，刚需是吧？你得用啊，对吧？推了1天就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觉得有病啊什么的，不会的，人家觉得很正常，这有啥的？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所以后来去陌生的地方就会推着婴儿车探路。去年夏天想到了这个天才创意，当时还接了个活儿，一个公益机构叫金盲杖，让我去给他们学生上课。他们是教那个视障学生怎么用那个盲杖独立出行。老师还问我愿意来吗？我们公益机构只能给你800块钱课时费。我说愿意 ，OK， 你不给钱我都会去的。这个活儿太好了，这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梦中情活了。你们可能不知道，给盲人上课他不用做 PPT。想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动了邪念了。我说黑灯大胆一点，是不是其实人都不用去？给他们放录音不就完了吗？录音第1句就说那个我最讨厌插嘴的学生。我也是第一次一下接触到这么多视障人士也不太 get 到这个度边界在哪里我觉得你站在台上人模狗样的讲话，你不得捯饬一下自己嘛，对不对？不对，我到现场才反应过来，不对。捯饬啥呀？没人看你呀！早上还琢磨着穿什么衣服合适，不穿都合适。那个老师约好了，说到校门口来接我，华东师范大学。一到校门口，是吧？没人，我们残疾人也骗，是吧？打电话，他说你在校门口左边还是右边呀？我说我在左边。他说那你到右边来，我在右边等你。我就有点生气了，你知道我是盲人，你不来找我，你让我去，我没有发作，强忍着怒火，推动着婴儿车往右边去。到右边发现要死了，他也是个盲人。是我想当然了，他比我还严重一些，我还能看到一点，他一点都看不见，对吧？但是他有个盲杖，就自己这么敲，一边敲，哒哒哒哒哒，走得飞快。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啥？你就那么忙啊你？他真的，他有可能是全中国走路最快的盲人了。盲人博尔特，还没穿丝袜那种。但是，怎么说呢？华师大上课嘛，老师怕他出事什么的，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小助理在旁边照顾一下。
画蛇添足。小助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他的发挥了，就他不方便在外人面前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如果没有他，就我俩一碰面，他说：“哎，黑灯老师，我也不装了，咱们盲人就不说暗话了啊。其实老子会飞。”江南七怪，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飞天蝙蝠柯镇恶，正是在下。到了教室之后，有20多个学生，就是去年夏天刚考上大学的那种视障学生，分2种情况，一种是就是还能有一点残余的视力，跟大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他可以带个放大镜进去考，就贴得很近，写得很慢，啊，也很厉害。去年有一个南京的考生考了641分，他那个鼻子都快碰到那个卷子了，是吧？600多分，200分是闻出来的。啊，学数学、学法学，什么专业都有。另外一种呢，基本上就是上的盲校，没什么视力了。这个相对来说选择就很有限了。就2种，第一种是按摩推拿，没想到吧？盲人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按摩推拿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去一摸，椎间盘突出。你说你要按摩推拿，你上大学干啥？你初中毕业你就去推呀，你推7年了，推成大拿了都已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2个学生印象也很深刻，学校很好，中央音乐学院，啊，音乐表演专业啊 ，Excel 表格很窄，音乐表都没写完整。我好奇是什么表，一拉开二胡。就看到二胡那一瞬间，我都扇自己。我说你刚才到底在期待什么？所有这些专业基本上也都是普通人设置的，他就大概想一想，一个人瞎了能干啥？脑子里一瞬间蹦出3个答案嘛：推拿、算命、拉二胡。啊，不是没有思考，对吧？他从3个里面精挑细选了2个，你来学，对不对？推拿、二胡，那有没有可能算命是最挣钱的呢，大哥？他们完全不了解，是吧？我这个段子说实话讲了很久了，啊，但是我中途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一次讲到这儿，有个观众从黑暗中悠悠地传来一句，他说：“那我们学的专业，我们也不喜欢。”一瞬间感觉被雷劈了，我太狭隘了。这不是盲人面对的问题，所有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进？人家只会告诉你，你该咋，对不对？你好好学习，将来上个好大学什么的，是吧？从小就要学，是吧？什么算，他看见了，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你想不想？你只有自己亲自去迈出这一步之后，你才会知道走错了。那真是个噩耗，是吧？所以我觉得我的分享也不会教会他们什么东西，对吧？他们人生还得自己去迈。但我有一点是确定的，我那天给20个盲人种草了婴儿车。我说我分享就到这儿吧，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问出来第一个问题说：“老师，链接推给我们一下。”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哎，大家好，我是东晓。哎，谢谢大家。很明显，节目组对黑灯啊，有点审美疲劳了，你知道吗？啊，需要一个全新的并行在这儿。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腿脚不太方便，啊，就是走起来歪歪扭扭。这个是小时候一次脊柱上手术后遗症导致的。哎，当时手术前，大夫跟我们家里人说做完手术之后就有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小腿发育不良，影响行动不便；第2种就是大脑发育不良，智力缺陷。很害怕，朋友们。哎，你想，前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磕磕绊绊，而后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不知道什么是磕磕绊绊。哦，天哪！哎，从你们反应当中，朋友们，哪个结果更好，显而易见。所以当时全家做完手术之后，赶紧给我检查了一下，万幸啊，是瘸了。
在学校的老师也经常教育我说：“东晓，你看你腿脚不方便，你没办法玩，你就应该想办法好好学习。”我说：“老师，我要没办法玩，我不应该想办法玩吗？对吧？哎，人不就应该去想办法得到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吗？对吧？老师，那你评不上优秀教师，你快想办法玩吧，好不好？”在学校里，老师什么活动都不会让我参加，啊，什么都不让参加，就是为了保护我啊，怕我受到伤害。也很感激老师，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参加一下的。比如说6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参加了一次运动会，啊，运动会扔垒球，朋友们很感动。6年了，老师你终于想起来我胳膊是能用的。哎，每天都去操场上练习扔垒球，然后隔壁班都问我说：“东晓你在干什么？”我说：“我要代表我们班参加运动会。”传出去说我们班太狂了，运动会让别的班2条腿。啊，真到扔垒球那一天，朋友们，我站在那条线前面啊，我扔出那一颗垒球，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我燃了。哎，我当时觉得我虽然腿脚不好，但我依然可以为班级赢得荣誉。我虽然腿脚不好，但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但我确实腿脚不太好，我没站稳踩线的，你知道吗？哎，就取消成绩那一刻，我特别想问裁判，我说腿脚不好，没有人同情一下吗？啊？自从那次之后，老师还在教育我要好好学习，认真学习，还拿我们班长给我举例。说东晓，你看咱班班长，啊，每天从早做到晚，从早到晚就在这学习，每次都考第1名，你羡慕不羡慕？我说老师，我不光羡慕，我还恨啊！他有好腿，他不用啊，他从早做到晚。谢谢大家，我东晓就分享到这，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房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婆蛇，南方叫蛐蛐人。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王悦，哎。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绝经和出道一块来。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蛐人儿。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2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这也太能翻了，太狠了。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您块天上干什么呀？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
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的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啊，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腿开不动啊。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我说他175，我说血压呀。结婚不到1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4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他太懒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爸更过分，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我说爸，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哼，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哎，好难受啊！但他们特别信命。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我说妈，你这也太迷信了。大师说吧，我俩过不好，都怨我老公。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我说加个钟，你给我展开了说说。啊，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
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2024年的4月8号，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大家好，我是王月。朋友们，见面了，真的。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有认识的吗？有吗？认识。去年确实一整年，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也演了很多场。说实话，这个工作越来越忙。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我痛经，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真的，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其实我每次来月经，我从第一天我就开始痛，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就连撞7天啊。我上一次来上海，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突然就来月经了。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没抬起来，抬不起来，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他说怎么了？我躺在地上很虚弱，我说痛经。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我又补了一句，我说女的。他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在想女的？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说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但我除了痛经啊，我还月经不调。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到点儿了他又不走，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应该叫领导。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大家都有领导哈。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你掐指一算，你说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但是退休延后了啊。这个月经不调，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我要调。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给我抓了药，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那个药也来点，到最后他都问我，他说这个你来点不来点？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我这。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我就回成都，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
那天我老早就去了，一到诊室，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我检查一下你的胸。我怎么好意思嘛，我胸又长得不好看。我虽然没有身材，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他长得像一个8字。好了，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我的8字还挺硬的。哎，医生接着问我，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我说我是 XL。他说我问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妈呀，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医生也很难为情，他就问我，他说：“哎呀，你不要误会，我是观察你，长了一圈小胡子，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妈呀，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说什么意思？一套安卓，一套 iOS。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我头有点痛了，你知道吧？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我就去了。说实话，做检查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我都在想，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我怎么办？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我出走半生，归来竟是少年。我想了一圈，我觉得这个事情，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但他这辈子只生下了我和我妹妹。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哪怕他去世那天。我就站在他面前，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我说：“爸爸，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我是一个假2件。”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等一下，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爸爸能等。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一路我都很紧张，我也需要一个结果，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很像站在产房门口，真的，别的话都别说了，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医生说：“恭喜啊，女孩，纯女孩，158斤的大胖丫头。”朋友们，我活了快30岁了，真的。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你知道吗？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看了你的报告单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说白了，有点超雄，你知道吗？你雌性激素太少了。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的，你慢慢的找个男的，生个孩子，激素就稳定了。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再说了，我是来医院看病的，我又不是来求子的。你让我这个样子，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我一想，我说，哎，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还挺有责任心的啊。但我后来在想，居然在那一刻，我真的在考虑，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啊！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你知道？我就问医生，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我说啊，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那个药我买了，就几10块钱一瓶，我现在也在按时吃。说实话，月经已经好多了，而且它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补充上来了。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你知道吗？
以啊，朋友们，真的，关于医学、婚姻、男人、痛经，我觉得咱们能花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十年。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谢谢。